大家好，我是各位的投资助教小林子，关注我，带您用大白话秒懂股票分析知识。那么上2节课我们跟大家科普了 MACD 的几个主要的指标以及金叉死叉的用法。那么这节课我们会讲到 MACD 的第2套经常运用的实战方法，就是顶背离和底背离。我们在上节课的结尾也跟大家预告了，背离的作用主要是用来预测股票的拐点。试想一下，即便是当股价仍然在上升的时候，如果您提前能够通过背离而预测到这个股价将会面临一个下跌的拐点，是不是就能够提前在高点卖出，避免被套了呢？那么首先我们带大家先来复习一下前2节课的内容。 MACD 有2条线，红色的是快线，蓝色的是慢线，而中间的这些叫做柱状体，也叫亮柱。0轴以上的亮柱就意味着金叉发生，绿柱越大，颜色越深，代表上涨的力度越强。而0轴以下的红柱呢，代表死叉现象，红柱越大，颜色越深，代表下跌的趋势越强。相信看过上2期视频的各位股友已经非常的了解了这些概念了。那么 MACD 的2条线呢，主要是根据股价运算出来的。所以说呢，当这2条线都走出上升趋势，不断向上攀升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就意味着股价正同步走向上升阶段。反而言之，当这2条线都走出下跌趋势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也意味着股价正同步走向下行趋势。然而偶尔也会出现一些不同步的情况，当一只股票的价格走势与 MACD 线的走势背道而驰的时候，就发生了我们所谓的背离现象，分为顶背离和底背离。我们先来看一下底背离是怎么样发生的。底呢就意味着下跌，当股票呢走向下跌趋势，不断创出新低点的时候，我们发现 MACD 的线没有同步走低，反而是走向了上升趋势。像这种股价向下 MACD 却向上的情况，就是所谓的底背离，是一种买入信号。为什么呢？正如大家所知道的， MACD 呢透露着股价涨跌力道的讯息。当股价逐渐下跌， MACD 线却逐步上扬的时候，代表着此时股价背后的下跌力道越来越不如从前，股价越来越低，卖盘却越来越弱，意味着股价大概率也走到了底部，行情呢很有可能出现反转，所以各位股友就可以伺机买入。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就更加的清晰了。像这家公司的股价从21年的6月份开始下跌，那么到了7月跌破了前期的支撑位，而 MACD 呢也同步跌落到了最低点。而随后股价虽然还继续下跌，跌到了10月股价的底部，但是随后几次的 MACD 呢却没有同步跌到新低，相反 MACD 每一次的底部不断的上抬，这种股价向下 MACD 却向上的形态就是标准的底背离。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出来，虽然说股价不断下跌，但此时背后的卖盘力量是越来越弱，因此股价很有可能见底回升，短线比较适合做多。在这个案例当中，出现底背离的不久之后，股价趋势也确实开始反转向上。好了，了解了底背离，现在来看看顶背离。当股价走出上升趋势，不断创出新高点的时候， MACD 的走势呢却没有同步创新高，反而是走出下跌趋势。那么这种情况所谓的顶背离是卖出的信号，因为 MACD 象征着股价的涨跌力道，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当股价逐步上涨， MACD 线却逐步下跌的时候，代表着此时股价背后的上涨力道是越来越不如从前。股价虽然越来越高，买盘却越来越弱，意味着股价大概率走到了顶部，新买盘已经支撑不住这个高股价，行情很有可能出现下跌的反转。各位股友在这个时候就可以伺机卖出。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例，这只股票的价格在21年的7月中旬走出了一波的高峰， MACD 呢也同步登上了近期的高点。那么随后股价呢经历了一波盘整之后，到了9月初，股价又慢慢攀升到了$160的水平，突破了前期的高点，顶部再度抬高，非常的强势。然而这一次 MACD 呢却没有同步爬到新高，而且还大幅度的下滑。这种股价向上 MACD 向下就是标准的顶背离。
据此呢，我们可以判断，股价在这一次的高峰当中，背后的买盘力量其实远远的不及之前，上涨的力道也可以说是越来越弱。因此，股价很有可能见顶回落，短线比较适合做空或者卖出持股。在这个案例当中出现顶背离以后，股价也确实重创了一个月。好，接下来我们再引申一下这个背离的概念，在底背离和顶背离的基础之上 ，MACD 还有一种强化的形态，叫做双重背离，可以是双重顶背离，也可以是双重底背离。这个名字可能让大家有点困惑，但其实双重背离很好理解，它和顶背离与底背离的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双重背离还考虑到了 MACD 柱状图的走势。那么用刚刚这个例子来说，顶背离确认以后，我们发现这个柱状图的走势，柱子跟 MACD 两条线一样呈现下行趋势，红柱见强，那么就代表着在 MACD 的基础之上还出现了死叉信号，那么下跌的趋势就意味着进一步增强。我们把这个形态称为双重顶背离。从理论上来说，这个更加弱势的看空形态下，股价的下跌几率就更高，要更加的小心。不熟悉金叉死叉概念的同学，可以翻看一下上2期的视频。那我们这节课所讲的背离的概念运用，是在股价仍然上涨或者下跌的时候，提早预测出股价未来的拐点。那么也要提醒各位股友，我们以上提及的股票案例呢，都只是为了说明理论而举出的，个别案例呢无法就此论证 MACD 的有效性。那么关于 MACD 的理论在实战当中的作用到底高不高呢？能不能帮我们有效的赚钱呢？那我们还是要说一句非常理性的话，单单靠一个技术指标没有办法让我们长久的取胜，因为技术指标很多时候都是根据过往的历史股价算出来的平均数或者平均线，那么先要有股价才能有指标，所以说指标定是存在滞后性的。那么作为指标之王的 MACD 也不例外，所以说如果外面有课程告诉你跟着它的指标学习一定能预测出买卖点，您就小心了。股价可能早已经涨完或者跌完，让我迟到的我们一买就亏。相信很多初学技术分析的新手们都经历过这种类似的悲剧，而我们做一系列的技术分析视频最大的教学目的，就是希望先让我们作为新手的股友们认识各类指标，也了解到各类指标背后逻辑的优势和劣势，从而在实战当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长期的范围之内赚到股票的钱。好了，我是各位的投资助教小林子，我们下次见。